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我们在上一期视频中讲到了 networking 的第一种方式，就是通过跟学长学姐进行交流来进行 networking。那么在本期视频中，我们来讲一讲 networking 的第二种方式和第三种方式。首先说一下第二种方式，就是通过加入学校或者校外的 club 来进行 networking。那么在上期视频中，我们已经讲到了通过加入学校的 club， 我们能够更明确地了解我们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以及我们的就业前景。特别是对于那些对自己未来就业不是很明确的同学，你一定要加入这样的组织，因为它会帮助你了解到很多你想知道的东西。那么在本期视频中，我们来聊一聊主要聊一聊校外的一些 club， 不同领域会有不同的 club。我当时也是机缘巧合的了解到了一个 club 叫 UCA， 它是由已经在美国找到工作的一些华人发起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他们的活动涉及面很广，包括 finance related， 然后 accounting、consulting 或者是 data related 等等等等。他们每个月大概会有1到2次的活动吧，然后在活动上会给大家讲一些不同 industry 的就业方向，以及不同 industry 的具体工作内容，或者是面试啊、简历修改等等等等。然后我有参加过几次他们的活动，大到大型的职业讲座，小到小范围内的简历修改或者是面试指导。我当时觉得真的很受用，因为很多当时给我做过指导的人都是当时4大在职人员，然后他们给我讲的那些面试技巧啊，都是他们亲身自己经历过的，甚至于是他们面试别人总结下来的一些技巧，还有一些简历修改什么样的简历格式最适用，然后甚至是一些 mock interview， 如果你想跟他们 make appointment 的话。我觉得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他们是抽出他们周末自己的时间来无偿的给我们做这个面试指导或者是简历修改，我真的很感谢他们。因为我是在芝加哥嘛，然后如果你住在相对比较大的城市的话，这样的机会、这样的组织也会相对比较多。但是如果你是住在一个比较小的城市，你的城市里没有这样的机会的话，那么我来给大家介绍下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加入 Meetup 来进行 networking。 因为 Meetup 是一个全国性的平台，然后它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你可以 sign up 一些你比较有兴趣的 group， 或者是你所在领域的 group， 然后来通过参加他们的 event 去跟一些学生啊或者是 professional 啊进行 networking， 或者是向他们学习一些就是你所在领域的一些技能。因为我有听说过一个学姐，她就是通过参加 Meetup 的活动来 practice 他的 coding skill， 因为他当时是从非工科转到了 data science， 然后他就觉得他需要不断的来 practice 他的这个 coding skill， 然后他觉得很有效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参加 Meetup 的活动，因为他们的活动就是一堆developer， 有在职的有学生来一起进行这个 coding projects。然后他觉得这个对他的 coding skill 有了很大的提升，因为如果你有不会的问题，可以马上去问一些比较专业的 developer， 他们会帮助你。与此同时，你也不会觉得很 boring， 因为大家都在一起 coding 嘛，然后有不会的可以有人帮你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提升他的coding skill。与此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 networking 的机会，你可以认识一些你所在领域的职场上的人，然后来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 networking。而且我觉得 Meetup 不仅是一个很好的 networking 的平台，它也可以帮助你结交一些朋友。假如说你如果对摄影感兴趣的话，你完全可以加入一些摄影的这个 group， 然后去参加一些摄影相关的 event， 然后你在这个 event 上会遇到很多这个摄影爱好者，然后你可以跟他们进行这个交流，然后跟他们进一步成为朋友所以说这个 Meetup 的平台，我觉得不仅可以帮助你进行职场上的 networking，与此同时也可以帮你结交朋友，锻炼你的英语，提高你的 communication skill。讲得我好渴呀。Let's make some tea. Let's make some my favorite tea. Let's go.
好了，记住好啦。Okay, let's go back to the video. 好，我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第3种 networking 的方法，就是跟教授进行 networking。其实教授手里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资源，他的手里不仅有学术类相关的资源，更是有一些职场相关的资源、求职类相关的资源。因为很多教授他其实是半路出家的，他可能在职场工作了几年之后，然后觉得学校的氛围更好，他愿意回到学校 become a full-time professor。还有一些教授就是一辈子他都是 part-time professor， 但是呢他还有一个 full-time job。这样的教授会有很多的人脉以及工作上的资源。我觉得如果你能跟教授很好的进行 networking， 然后成为朋友，然后教授一定会愿意帮你在找工作方面。因为在美国很多学校，它的好坏其实是取决于毕业生的就业率的。如果教授通过帮助你能够提升他们学校的就业率的话，教授是一定愿意帮助你的。当然前提是教授得先认识你，你要跟教授有一个好的 networking。那么怎么跟教授进行 networking 呢？下面我来给大家讲一讲。第一点，其实最直接的方法跟教授进行 networking 就是通过课上跟他进行互动。其实在美国的课堂上，教授是非常喜欢学生跟他进行互动的，因为这代表了首先你在听他讲什么，其次你在思考，你不是在睁着眼睡觉。这个信息给教授传达的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能经常跟他交流的话。当然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在上课之前进行预习，然后带着问题来上课，这样的话当教授讲到一个知识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很自然的提问。当然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根据教授在课上讲的内容来进行提问。而且我觉得我真的要鼓励大家，不要害怕你的英语不够好，不要就是先把这个句子在你的脑中组织一遍再说。我觉得完全你不用担心，因为在很多的课堂上你会发现50%甚至于更多的学生都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s。然后甚至有的时候，特别是你学的如果是商科或者是计算机类，甚至有的时候教授都是 non-native speaker。我觉得那你怕什么呀？你就大胆的说呗。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在上课的时候给教授提问的话，你完全可以课下跟教授交流，然后至少1个学期下来，你能跟教授混个脸熟，然后教授能知道你是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跟教授说你对这个领域真的很感兴趣，然后你可以问教授他手里有没有任何的 research assistant 或者是 graduate assistant 职位的空缺。我觉得如果教授手里有这样的职位的话，一定会很愿意给你，因为他已经足够的了解你了，他知道你对这个领域有兴趣。当然如果教授手里没有 GA 或者 TA 职位的空缺，你完全可以跟教授说我愿意从 volunteer 做起。如果教授手里真的有 research project 的话，他一定会愿意接受你，因为首先他通过1个学期的交流跟你，然后已经足够了解你，其次如果有免费的劳动力，教授是一定会愿意用的。所以你可以，特别是如果你刚来的话，你可以做 volunteer 做个大概几个月时间，然后来申请转年的 GA 或者是 TA。 然后这样的话，你会首先在简历上会有几个月的 research assistant 的经历，其次的话你的教授也肯定会很愿意给你一个 referral， 这样的话会大大的增加你的概率拿到这个 GA 或者是 TA 的 position。 这个 GA 或者是 TA 的好处真的是还蛮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能帮助你减学费，或者是至少 waive 掉很大一部分的学费。第二个点就是这个 GA 或者是 TA 可以完全写在你的简历上，当做一个很好的工作经历。第3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可以跟教授保持一个长期的这样的一个 relationship，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当时我有听说一个学姐，她就是给教授做了大概1年左右的 GA， 然后教授真的很喜欢她，然后当时私下的其中一家有一个职位的空缺，然后教授就把她 refer 了过去，她因此拿到了最终的 offer。 所以我觉得真的机会到处都在，所以大家加油吧。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本期的视频，不要忘记订阅、点赞，然后打开你的小铃铛。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 comment 下面留言，我会及时予以反馈。
然后我们会在下期节目中聊到如何通过 volunteer 来进行 networking， 以及如何在 job fair 上跟 professionals 和 recruiter 进行 networking。那么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